首先第一步呢，咱们要来绘制她的一个眼睛。一般情况下呢，女生的眼睛它的边缘的线条呢都会比较圆润一点点，就是眼部的外部轮廓。像男生的话呢，如果想要凸显出他的一个眼睛特点的话呢，唯一一个就是可以看一下他的这些外侧啊，眼线外侧的这个转折，它会稍微有一点棱角，体现出男性那种比较硬朗的那种感觉。所以说这个就是男生眼睛和女生眼睛之间的一个区别。当然，如果你要制作一些比较可爱的一些男生的话，也是可以画成跟之前女生一样大大的布灵布灵的眼睛啊，这个也是没关系的啊。下面的话我们就来开始刻画。我先拿一张纸，先在纸上去大概画一下，就是不上色，大概画一下轮廓。你们有所了解之后，我们再上脸直接去刻画就可以了。好，然后我们拿一根笔吧，然后你们也可以就是拿出纸张，自己可以先简单的练习一下。萌新被你发现了。这字经常打错啊！下面的话呢，咱们来开始去进行一个刻画。在这里的话，先来给大家讲一下，就是刚才再重复一下，就是一般如果要画这种长眼睛的话，女生的眼睛啊，我们一般都是外部的线条呢会就是外部的线条呢我们会稍微流畅一点点，这个是女生的她的眼线的外部轮廓。男生的外部轮廓的话呢，它会稍微有一些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棱角的这个变化啊，这个是女的一般在绘制的方法，男的的话一般是这种情况啊，这只是大家懂就可以了，并不是说是非要以后画男生全是这种眼型，啥眼型都可以啊。下面的话呢，我们先来去刻画一下它的一个整个眼睛的大小，比如说这个这条线就是脸颊的这个侧面，我们先来确定这个线就是脸颊的侧面，然后我们在这条线稍微往内一丢丢的这个位置，就往内一丢丢，你不用往内的太多，就一点点，不然的话就会显得眼睛画的特别的小。对，没脸的同学呢，自己现在赶紧捏个脸趁这段时间捏个脸，然后我们取一个就是把它分成均匀的，可以把它分成3份。好，中间两眼的间距其实可以稍微的小一点点中间的眼间距可以稍微小一点，这样的话眼睛看起来会特别大，但是不要小的太多了。那接下来绘制完这个眼睛的大小之后呢，咱们来确定一下眼头和眼尾的位置。首先眼头的话，咱们就定在这个位置。眼尾的位置的话呢，就比它稍微要再高一点点就定在这个位置，就稍微再高一点点的位置。好，这是眼尾的一个位置眼头和眼尾。那接下来的话是确定一下，就是眼线的这个上眼线的这个转折处，就是眼头的转折处。是在这个地方，然后包括它的一个就是第一点是要注意2点的一个高度要统一，第2点的话是注意这个部分距离它的这个边缘眼头的位置也要是一致的。大家可以先去简单的测量一下，这个是它眼头的第一个转折之处，第2个转折之处它是这样斜往上的，它不是平平的，所以说你第2个它的线的话要稍微往斜一点点的这个位置。把这个点稍微靠近一点点。好，你确定好这几个点之后，我们的上眼线差不多就出来了，然后你就可以把它大体的连在一起。我画的有点这有点夸张了，这个就是这个样子的。这是一条斜线，斜线完了之后，它又是一条斜线就是往上走的一条斜线，不是平着的了，然后再给它这样拐下来就可以了。然后下面的话呢，它的一个内部的这个轮廓这是它的一个眼线的外部轮廓，稍微有一点点的棱角会比较好看。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拿这个
来确定。首先的话是先把它的一个内部的一个线条先给它描一下，就是眼头和眼尾比较细，眼睛正中央的话呢会偏粗一点，中间粗两端细。接下来是它的一个下眼线的这个位置啊，先确定一下。然后这个不是它的一个眼尾嘛，我们在眼尾往内一点点的位置打一条斜线，这样下来。这条斜线的话呢，也是一个这样的小三角形的感觉。好，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接下来的话呢，就是眼珠子的一个大小。就是2个小括号就可以了。好，然后是瞳孔的一个位置呢，它是在眼珠子的1/2的这个偏上一点的这个位置啊。大家不要把它刻画在眼珠子的正中央了，这个是错的，就稍微靠上一点点。好，稍微靠上一点。这个就是它的一个眼睛的一个大致的画法，然后来一点这个阴影的这个变化，包括它白色眼珠子的这一块的阴影，白色眼珠的阴影的话呢，它是这样子的一个形状啊，就是一个这样子的，这个我画的这个区域就是，然后这块的话是这样子的。一定要记住，白色的阴影它不能占的太，就是这个眼珠上面的阴影它不能占的太多，就只是在上面浅浅的这样画一条线就可以了，不要占的太多。最后呢是它的一个睫毛的部分，睫毛的话千万不能这样去沿着这条线往上啊，你应该是稍微往下一点点的这样子去绘制的。如果你前面的这个眼睛也想加一点眼线的话，记住也不能是这样子平的。你得往下一点点的这样的倾斜，如果你想画的话就是这个样子的。好，最后就是眼皮了，非常简单啊。然后就是这个眉毛的这个位置的话呢，就是在眼头的地方稍微往上一点点的这个位置去确定一下这个眼头，眉头。然后呢是眉毛的第一个转折之处呢，就是在它眼睛第一个转折之处的这个地方啊，大家连一条线。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在它眼睛第二个转折之处啊，稍微偏外一点，高一些，连一条线，然后再给它往下弄一下。这个就是它一个眉毛的一个大致造型。这画的有点太低了，太高了，把这个眉毛这块离眼睛稍微近一点，最后给它把中间这一部分稍微画粗一些，就是这个就是一个小三角形，看到了吗？这块是一个小三角形，这块的话就是一个长方形的一个长条形，然后到眉尾的话，这块也是一个这样的小三角形。这样的话，咱们的一个眉毛的这个比较凶的这种感觉就给它表现出来了。大致就是这么一个画法，大家就是简单的了解一下就可以了。然后等一下我们直接就上脸去绘制。然后嘴巴的一个绘制的话呢，就是要看你们想要去绘制什么样的嘴巴了。比如说像不笑的那种嘴巴，就是两端会偏粗一点。这种不笑的嘴巴，那笑起来的嘴巴的话，就给它弯一点弧度。啊，就是这样子的，就是大家就是根据自己的想要的一个表情去进行绘制就可以了。那下面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一个绘制了。东拼西凑的，好，眼珠的位置啊，我来看一下大家有什么问题。眼珠的位置它总是定不好，是大小定不好还是怎么样？一般情况下的话呢，这有啥可定的？就是你先说出你的问题啊，我们先来拿出我们的脸准备开始啊。大小的话呢，这个的话尽量画大一点吧，就是不要太小了。我们前面的这个眼白给它留出一个1.5毫米左右的一个宽度就可以了，就是眼白的部分不要留的太多，你稍微画大一点没关系，稍微画大一点，就眼白稍微留少一点就可以了。
后下面的话呢，对于咱们这节课的眼睛的基本绘制方法，大家了解了之后，咱们就开始上脸去进行绘制。首先的话，我们画眼睛所需要的3个颜色分别是熟褐、太白，还有这个土黄色啊，是土黄色，不是那种柠檬黄，是土黄色啊。它俩调出来的一个感觉是不太一样的，记住是土黄色。然后下面的话呢，我们来开始进行一个绘制。首先的话，还是同样的老规矩，用熟褐的这个颜色来进行一个眼部轮廓的一个打底，然后再去上色。打底的方法也是很简单的，就是挤大量的一个熟褐还是生褐来着？熟褐，然后加入大量的水去稀释它。我画的眼睛都是一大一小，所以说你在第一步勾边的时候，就一定要去观察你的眼睛的一个大小了。第一步就千万不能错，你第一步错了，后面去改的话还是蛮困难的，颜色很难去覆盖住。所以说最好第一遍打稿就给它确定好。好啦，就是把它稀释成这种就是有点像水一样的感觉，然后我们拿出我们的纸张开始定点。今天这个不是馒头脸啊，这是带笔尖的 Q 版脸，就是大家没有的话提前准备一下，或者是今天第一次来的同学可以就是在纸上先做一个简单的练习，好吧？先把我们的笔先处理干净，然后呢蘸取一些棕色之后，我们在纸上吸取多余的一个水分，然后进行今天的一个眼睛的绘制。其实眼睛的话，它除了这种就是很自然的一个渐变之外呢，它还有那种就是色块啊，你们也可以通过就是色块来表现眼睛的一个深浅变化也是可以的。你想给它过渡自然也是可以的，就是2个方法你选择其一就行。你们要是看过外面卖的那种手办的话，就会发现它也是有那种就是色块的那种渐变眼睛的。好，下面的话呢，我们来开始定点了啊，这块就要注意了。好嘞，小熊饼干，一定要掐住它。下面的话呢，首先跟第一步一样，在它的这个脸颊边缘的部分稍微往内一点点，先去确定两眼的一个间距，确定一下就是眼尾的，然后再确定一下眼头的。好，你们也可以用铅笔打稿啊，也可以用铅笔打稿。对，这个是我用脸膜扣出来的。啊，下面的话呢是确定一下这个两眼之间的一个间距大不大啊？仔细去观察一下，把该修改的修改一下。啊，这个步骤大家就是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用铅笔或者是用颜料都可以，随便啊。然后来确定一下眼头的一个位置，我们就定在我们刚才确定的这个点就可以了。然后这个点的这个位置的话，我们来看一下是多少啊？是在脸部的什么位置？稍等我一下，我拿一下我的那个这个圆规，从下巴到它的眼头，哎，大家可以简单的就看一下啊。差不多就是一个脸部的1/3的地方，就是眼头的一个位置啊。脸部1/3就是眼头的一个位置，然后确定一下，就戳一个小点点就可以了。第一个转折。这个定点就是高低真的很容易定歪，我自己都经常定歪。然后今天大家一起跟我画脸。然后先大概的画一条线啊，然后接下来是它的上面那个定点的部分。
画完之后观察一下它的倾斜度和长度。最后是眼尾。啊，你看这样的话，整个就每个人画眼睛的习惯不一样，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来决定怎么去画眼睛。然后是眼睛的一个倾斜的，然后将刚才定的那个点给它擦掉，用酒精棉片轻轻蹭一下就可以了啊。这个时候就能观察你眼睛的一个大小了，明显这边眼睛小。然后确定一下就是下眼线的这个位置，下眼线的话就是比鼻子稍微再高一点点就可以了。好，差不多 OK 了。然后接下来是一个眼珠子的一个大小，现在可以先不用画眼珠，我们先把它的一个眼睛的一个大体轮廓再给它描一下就可以了。先稍等一下，我再去帮你解决一下问题啊，你先稍等我一会儿。换一根比较粗一点的笔啊，这也太细了吧，也不太好操作。晕开了，水加多了就晕开了。好，然后现在的话，把大体的一个就是上眼线的粗细程度确定下来之后，就开始去绘制它的一个眼珠子。首先可以在这个第一个转折之处啊，第一个转折之处稍微往内一点点的这个位置，去给它打一个括号。然后这个时候就得观察一下你们的眼珠的一个大小了，要观察就现在一定要先去观察，别等画完之后才发现一大一小。好，差不多了，然后接下来是一个就是眼皮的一个位置啊，先不用画眼皮，先把这个给它画完再说。好了，让我来看一下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啊，帮助大家解答一下。感觉男生的眼睛比女生的小，其实也不是的，只是因为这种眼睛偏长一点，所以说看起来要比女生那种大大的眼睛要小很多。因为一般画女生的眼睛的话，她的眼睛的一个宽度就会这么宽啊，男生就是扁的，对不对？你要是想要画那种大眼睛的男生也是没有问题的。然后看看，我自己做的脸下眼眶和脸蛋的下眼眶和脸蛋
交界处弧度多大合适？画眼睛要的时候，这个的话你最好是发一个图片到群里吧，不然我不太理解啊。然后下面的话呢，咱们来开始去用一个比较深一点的颜色去给它进行一个描一下它啊。这个绘制方法再强调一下啊，就是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啊，你可以采用我的方法，但也可以不采用啊，只要你能画出来就行。好，给它稍微稀释一下，然后旁边有一个水。用纸巾稍微去把笔调整一下，尖尖的地方一定要给它弄尖一点。好，然后我们来开始，我把镜头再拉大一点吧，不是因为我想趴着，我要是不趴着的话，我肯定就是画的就特别糙。大家在绘制的时候，最好把脸放在桌子上，你要是把它拿起来，像我一样的话，是很容易手抖呀，或者是画不太好，所以说一定要放在桌子上，然后趴的稍微近一点点。然后你看我的小拇指就可以抵在他的脸上。好，画的时候不停的转个弯。好，先把外部的轮廓描一下，然后把内部的。好了，你要是觉得画了一遍颜色浅的话，可以再去上第二遍。啊，它的特点就是外部有棱有角，内部的话呢是比较圆润的。哎呀，我这今天是咋了？眼睛总是不聚焦啊，这眼睛。我今天画眼睛画到一半，就眼睛就自己的眼睛就自动涣散起来了，聚不到一起，太痛苦了。有心思了，我感觉是辣的吃多了。我要是昨天晚上到今天没有吃饭，一直都吃辣鸭脖，我感觉吃出了毛病来了。哎，吃的我眼睛都快有毛病了。好，差不多上眼皮就画完了，然后接下来是画一下它的这个就是睫毛的这个部分啊，睫毛的部分。睫毛一定要短，一定要细。妈呀，这画的啥鬼呀？这笔有点炸毛了。
笔不是太顺啊，还有就是刚才的话有点太稀了，所以说要这个浓稠的程度一定要调的恰到好处。好啦，然后呢，接下来的话呢，就是来绘制一下它的一个眼皮的这个部分啊。要画一次性就把它这些都该画的都画全了，反正都是要用棕色。眼皮的话呢，它的颜色会比较浅一点，所以说劝大家一定要就是多加一点水啊，多加一点水。这个时候笔尖一定要尖，不尖的话很难去刻画出来。啊，一定要等它干了之后啊，如果你用卷筋棉片擦了之后，一定要等它干了之后再去进行绘制，因为表面一旦没干，你画上去的它会晕开，颜料会晕开。啊，然后接下来的话是来确定一下这个眉毛的这个形状。首先是它的一个在转折之处往上一点的位置去确定一下这个第一个转折之处啊，眉毛的第一个转折之处。然后在第二个这个转折的地方稍微往上一点的这个位置，第二个转折之处，然后把它简单的连起来。就是眉毛一定要稍微让它挑的高一点，就会显得很凶凶的感觉。先把这边的画完吧。那个明天西西啊，我等一下回答一下你的问题啊，我先把这个大体的轮廓先给它绘制出来。记住眉头的这个转折，这个是个小三角，然后接下来是个长条。但是最后不能说这样硬硬的，你看画完之后不能是这样硬硬的，然后它的下方这个地方你一定要把它的这个棱角呢稍微给它处理的圆滑一点。看到了没？这块的话，它的线条是圆滑的，只有外侧是稍微有点棱角的。然后接下来的话呢，就是把另外一只眼睛给它绘制出来。感觉难啥呀？只是画对称很难。你看我都改了很多次，一定要记住，就是它的这个最低点的话是离眼皮比较近的啊。
啊，你还没画过呢，画过了你就知道有多简单了。啊，差不多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来把这个左边这个眼睛大体的轮廓稍微再调整一下啊，大小位置没毛病的话，就调整一下这个颜色呀、形状呀，还有你看外面画的七七八八，一点都不整齐，所以说你画完之后要调整一点。看，把它的这个外部线条，给它稍微描的那个，就是描整齐一点就可以了。啊，差不多就 OK 了。啊，下面的话呢，我来给大家解答一下问题啊。这个大体的话是画完了，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好了，然后来看一看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左边眉毛不太一样啊，检查一下。但是左边这个眉毛这块的话，是不是偏内了？可以稍微再往外一点。那这个时候大家画的时候可以自己稍微改一下啊。然后下面的话来看看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画错了用什么样的擦掉。如果你是用铅笔勾的边描的轮廓的话，你可以用橡皮擦擦。如果你是用我们的丙烯颜料绘制出来的，画错了可以用酒精棉片去擦。就是在网上的话，就是可以买这么一大盒的这种酒精棉片啊，这个是在那个就是某88上买的，非常的便宜，可以多买一点。哦，来看一下还有什么样的一个，老师，我想问一下，OB11哪种类型的娃娃和这个有啥区别呀？这区别挺大的呀，区别挺大的呀。一般 OB11的那种娃娃的话，都是会用软陶去进行制作，它会显得更加的可爱一些。老师用的是什么牌子的丙烯？这个牌子的，然后刚才好像有一位同学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表情，我只是先画左再画右，先画右边就会不对称，这个每个人的习惯都是不太一样。啊，明天西西同学说呢，在画眼珠的时候，它的一个颜色呢，这个还是不能说随便画，这个眼珠子的颜色，它是要跟你这个人物的一个特色是相符的，不能说是什么颜色都可以配的啊。比如说你想要做一个，就是做一个。
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冰山王子吧，你的这个眼珠你就可以选择成那种深蓝色的，也是可以的。但是这个不能随便选、随便搭啊，尽量跟你的服装呀，还有这个人的气质相匹配一点点会比较好。但常用的话呢是这个棕色，这个棕色的眼睛的话呢，它是比较常用且百搭的一款眼镜。然后我们下面呢就来开始去绘制。首先的话，我们所需要用到的一个颜色的话，我先把这个擦一下。所需要用到的颜色呢是我们的一个土黄色，我先拿出来，就是这个土黄色，然后是白色。然后下面的话呢，对于很多同学在绘制的过程中，很容易就是画出来的东西会很厚重，就那种厚重感特别的强。那如果是这种情况把握不住的同学，我们可以采用一种方法，就是属于那种，就是我们先来调色啊。如果就是属于那种画的很厚的同学呢，你可以先多加水，把它调的特别稀，然后先给它铺一层颜色，等它干了之后再去铺第二层颜色，就是这样一层一层的叠加，直到叠加出你想要的那个深浅就可以了。它就很少会出现那种厚重感觉，很厚重的感觉了。就是一定要多加水，然后反复的去多覆盖几层就可以了。好。Hello，凯瑟琳。好，我们先来调出来这个很淡的一个颜色。先上眼白还是先上这个眼珠的话，看每一个人的习惯啊，看每一个人的习惯。上次有人跟我说先画眼白啊，其实挺容易的，对。然后我们今天就先来画一下它的这个眼白的部分，一定要加水，不加水它就太难画了，画着画着就干了。好看，笔上的颜料有一点过多，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先去擦掉多余的，搅完之后一定要擦去多余的，然后再去这样一点一点的蘸取，在旁边去顺一下你的这个笔，把笔毛啊、颜料啊给它顺的干净一点。然后我们开始画它的一个眼白的这个部分。你看这个第一层的话，它是属于比较浅的那种，覆盖色覆盖的不是很强，所以说你需要多画几层。好，你看第一遍特别浅，是不是？但是它没有特别多的一个笔痕，还有就是颜料的一个堆积。然后我们等一下就是把另外一个眼睛画完之后，可以在这个白色上面再去描一遍，这样的话它的颜色就会更白一点点了。好，你看这个时候画完这边，这边就干了，干了之后你再去叠加。你多去叠加几层，它的颜色就出来了。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是它的一个就是阴影的部分啊，现在直接就把阴影画出来会比较容易一些。我们来拿一下我们的这个黑色。这个灰色的话，一定要就是特别的淡，千万别太深了。
你看简单的勾一下就行。好啦，然后我们下面的话呢，就是来上一下它的一个眼珠子的颜色。每次晕染的都不是特别好，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那你就试一下我这个方法，就是多加水，用这种很淡的颜色一遍一遍的去进行一个上至，试一下啊。就是多加水，上完一遍等干了再上第二遍，反复几次。好，我只是偷个懒，没有吸水，大家一定要在卫生纸上稍微吸一下上面的水分。这个时候大家就可以去调整一下眼珠子的一个大小。好了，第一遍上完之后呢，我们来上一下它的这个第二遍。第二遍的话呢，就是在我们现在的这个颜色的基础上呢，稍微再去加一点土黄色，就是通过控制白色的量的多少，然后来控制它的一个深浅。你看这样的话呢，它的第二个颜色就出来了。擦掉多余的，然后再重新蘸一下。然后在我们整个眼睛的1/2的地方去开始画。看到没？然后比如说像这个中间的过渡色和下面这个边缘的话，你可以把它俩中间再搅一搅，这样可以让过渡的更自然一点点啊。然后接下来是继续去加这个土黄色的量，就是一层一层这样去给它叠加。好，然后接下来的话呢，像这个土黄色和白色这个渐变，我们就已经给它处理完了。接下来的话呢，就是把这个土黄色跟这个棕色进行一个调和，就是把这个土黄色传出来，加一点点的这个，这叫什么来着？熟褐还是啊熟褐，加一点这个熟褐色。好，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个颜色了。对，加水就可以。
因为中间的过渡色它就这么调的。描绘一下就 OK 啦。然后接下来的话是最深的一个颜色，就直接用咱们的这个鼠褐就可以了，直接用这个鼠褐就行。好，差不多画完之后的话呢，咱们就可以开始去勾边了啊，勾边了。好，差不多可以了。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用一个比较深一点的鼠褐加土黄啊，用一个比较深一点的，就是鼠褐多加一点。这真的是干得太快了，还没咋开始上色就已经干透了。然后蘸取一点点，开始去勾一下眼珠子的这个边儿。然后接下来是瞳孔的这个部分。哎呦，这干的也太快了吧！我还没画呢就干了。先大致画一遍，然后把轮廓边描一下。啊，翻过来看一看这俩眼珠子的高低一不一致，大小一不一致啊？不一致再改。啊，接下来画它的这个下眼线。
还是用之前调的，反正就这坨的颜色去进行绘制就可以了。这真的是用一下挤一下。好了，差不多就绘制完成了。最后形状的话，如果大家想要去修改的话呢，比如说你像我的话呢，可能画的不是很对称，就是因为你是这样画那样画的话，然后你的头在侧边去看的话，其实很容易不对称。那你们在画的时候就尽量啊，就是你的头在这个地方，然后脸在这个地方，千万不要头在这个地方，然后眼睛在这儿。就很难去画对称，所以说尽量去调整一下。我这画的时候经常看不到这个眼睛。最后的话就可以用我们的白色啊去调整一下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轮廓，以及不工整的地方。这个形最后是要调的。好，简单的给它调一下就可以了啊。好啦，差不多画完之后呢，去把它的这个嘴巴的部分给它绘制一下。嘴巴的话，就是从这个鼻尖到它的这个下巴中间偏上一丢丢的这个位置去进行一个绘制就可以了。然后颜色的话，还是这个就是棕色，一定要多加一点点的这个水去稀释。中间稍微偏上一点点的位置，先去确定一下左右两侧的嘴角。好，确定一下，确定好了之后，我们将它连起来。切记这个时候一定得在纸巾上吸去水分，不吸的话就化开了。像这样从中间往外去画。唉，这大近视啊，这真的是。然后嘴巴的下方再给它画一条线。这个笔能不能干的慢一点呢？好，轻轻的给它画这么一条线就可以了啊。好了，那我们的这个五官的绘制呢，就差不多就完成了。细节的话，大家可以去慢慢调整啊。我这真的是今天近视太严重了，今天眼睛好花呀。
好，下面的话呢，我们就是来给它上一下这个腮红的部分啊，就是一定要等脸干了之后给它上一下这个腮红，不然的话脸惨白惨白的，一点都没有气色，也不好看。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先拿出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常用的这个腮红刷，然后这个颜色的话，我一般都不是用的不是粉色，就是有点偏向于这个，它不是特别粉。这也不知道叫啥颜色的，就是一般咱们在画眼影的时候，就是那种类似于大地色系的那种。好，用这个给它上一下这个，一定要在手上先去蹭掉这个多余的。你看蹭完之后，这只直接画不出来了，就用这种在它的脸颊的左右两侧轻轻的扫那么几下。就是反复多次的去扫一扫，是轻轻的扫，不要用太大的力度。慢慢的话，它这块就有了一定的颜色了。好，然后眼皮的这个地方。好，差不多五官就已经绘制完成了。然后下面的话，大家还有什么样的一个高光忘画了 ，sorry， 我就说，我刚抬头就看到有个同学说高光没有吗？高光忘画了。哎，高光的话换成那个点花笔，用这个点一下吧。你们要想画白高，就是很圆润的高光的话，可以用这个方法。然后再画出小高光。好啦，然后下面的话，大家还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吗？我们就可以把镜头稍微给它拉的再大一点点。这高光画的有点太多了啊，大家画的时候稍微小一点点啊。好，差不多就这样了。好，下面的话，大家还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高光的话呢，有的人画着对的吗？高光有的人画对着的，那个对吗？看着像对眼，这个看你的个人习惯吧。像我的这个的话呢，就是感觉看着舒服就可以吧。这个高光的话，一般都是左边一个，右边一个。但是咱平时遇到的那种，给大家看一下啊，哎。咱们平时遇到的这种高光的话，它一般都是这种情况，就是比如说你的高光是在眼睛左边去点的，那你统一都左边；如果是在右边点的，那统一都往右边。这个就是大家可以简单的注意一下啊，就是要往左咱们都给它画左边，要往右都画右边就可以了。这个的话，这我估计是晚上点的，头脑一懵就点上去了啊。好，下面的话呢，没有问题，我们就可以来制作一下今天的这个裤子的这个部分了啊，就来今天制作一下这个裤子的这个部分。不是今天的这节课的话，除了画脸，还有就是做它的这个裤子的一些褶皱。画的颜料掉了是怎么回事？一般情况下，你是用水蹭了吗？还是怎么地了？
就是你在画颜料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脸上不能有太多的什么叫什么来着凡士林啊，有凡士林的一定要擦掉，然后它不太好上色。还有就是不要用水去蹭，你要是用水去蹭的话，它其实也是容易掉漆的。还有就是我们的酒精棉片，可以看一下，等它干了之后，我其实用这个酒精棉片啊，轻轻一蹭，它还是可以蹭掉的，并且蹭的时候就是蹭掉一块，就跟那种掉漆，就跟那种掉漆一样，一蹭就是一块。所以说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然后今天的话呢，我们就来开始制作它的这个裤子的部分了。然后裤子的话呢，我们用的是一个就是黑色。那大家这个时候可以先想一下，如果你的整个服装的颜色搭配想要选择那种偏深一点的颜色的话呢，就可以做成黑裤子。那如果你想要做成那种白色的，就是白色的衣服的话呢，颜色比较浅的话，可以换成白裤子。那因为今天那个黑色稍微有一点就是反光嘛，黑白都反光，所以说我就用这个蓝色，它反光应该不是很严重，我们就用这个来进行一个刻画，啊，用这个来制作。然后鼻子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鼻子的话呢，差不多是在脸颊1/3左右的一个位置啊，鼻子差不多在脸的一个1/3左右的一个位置，可以这样去测量一下。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们来开始去进行一个制作。首先的话，我们今天制作的这个是3.5头身的一个人物嘛。那咱们之前有一节课是专门教身体的，那节课的这个知识点就差不多是一个3.5头身的。我们可以先简单了解一下，如果把它放在一个人的身上的话，该怎么去就是测量。首先的话，咱们今天的这个脑袋是按照4厘米来进行一个测量的。那么从它的这个这个是一个头嘛，4厘米，然后这个是它的一个胯部，还有它的一个脚，加起来的话是多半个头，按照3厘米来算。所以说咱们今天的这个就是整个从胯部的这个地方到它的一个鞋底的地方，差不多是一个就是6-7厘米左右的一个样子就可以了啊，6-7厘米左右的一个样子。然后这点大家一定要就是注意一下，它就是比一个脑袋整个从胯部到脚底就是比一个脑袋再多那么一点点，就差不多是7厘米左右啊，7厘米左右，大家可以记一下。然后上半身的话呢，就是这个区域，从胯部开始到它的整个脖子的这个地方，这块区域的话呢，大家也可以看出来，就是多半个脑袋。比如说是4厘米的这个头，那我们这个身体的话，它就是一个3厘米左右的啊。然后下面的话是一个7厘米左右的，我们大概这么换算一下就可以了。在制作的过程中稍微有一点点的差别，其实也是没有什么关系的，稍微有一点差别也是没关系的啊，只要就是错的不是那么离谱就可以了。好，今天的话我们来开始制作腿。腿的话呢，它是分了一个就是裤子还有鞋子。裤子的话呢，咱们总的高度是确定在一个5厘米左右，鞋子的话呢，总高度确定在2厘米左右就可以了。大家可以简单记一下这个就是尺寸。然后我们现在的话呢，开始制作。啊，你说嘴巴啊，嘴巴在鼻子的什么位置？就是从鼻子到下巴中间偏上一点的位置，就是嘴巴的位置。鼻子到下巴中间偏上啊，就是这个区域中间偏上一点的位置，就是嘴巴的位置。然后裤子的话呢，我这里也是给大家找了很多的参考图，就是大家一般在制作裤子褶皱的时候呢，需要去找一些参考图做参考。咱们的褶皱一般都是分为就是3个地方的。第一个地方呢是在我们的裆部的这个区域，它的褶皱会偏多一点。这个地方的褶皱呢，它偏向于是这种的，比如说这个是它的一个裆部，它的褶皱的话是呈这样的一个类似于放射型的一个线条，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的话呢，是我们的一个膝盖的部分，它也是主要会出现一些褶皱的。它的一个褶皱的方式的话是呈一个对勾形状的一个褶皱。啊，这块的话是膝盖是对勾，然后它的裆部这块是大致成一个放射性的线条。然后在裤腿的这个地方的话，因为它的裤子是需要就是套在那个靴子里面的，所以说这块它会产生一定的这种堆积感
啊，堆积感，你从侧面看的话呢，它是有一个这样凸起来、凹进去、凸起来的这种感觉，所以说你需要把裤腿这块凹进去、凸起来的这种感觉给它表现的稍微明显一点点。那么我们的褶皱呢，主要就分为这3种啊，就是裆部、膝盖还有脚底，就是穿鞋子的这个部分的褶皱，这个是正面的。然后背面的褶皱的话呢，咱们的膝盖窝这块是不是一般也会产生一定的褶皱？你们平时走在路上的时候啊，其实可以去观察一下路人衣服上的褶皱啊，它的膝盖窝的这个地方，它也是呈一个对勾的这个形状。然后还有就是下面也会有一个轻微的这种对勾的一个类似于这种形状的一个褶皱啊，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我们接下来开始进行一个参考制作。首先，大家先随机拿一块黑色的粘土啊，我用这个颜色来代替，是为了方便大家看清楚。裤脚管啊，对，就裤脚管，这不错。我一时都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形容词来形容它。还有就是一点，就是这个参考图的话呢，我发给了你们的学管老师，你们课后去找学管要一下就可以了啊，课后去找学管要一下就行，他那里有。如果你们平时去搜的话呢，我课下给你们去，就是平时给你们说的那个网站上面就有，还有就是去某宝上搜啊，某宝上这种就很多。好，我们先简单给它揉一揉，给它搓长条。这个长条的话呢，它的一个长度差不多给它控制在10厘米左右啊，控制在10厘米左右。因为你做长了的话是可以剪的，但是你要是做短了的话就没有办法去调整了。大致10厘米。粗细的话，差不多控制在就是1.23厘米左右的一个粗细程度就可以了，千万不要太粗了啊！千万不要太粗了，不然你最后加上这些衣服之后，整个人显得会很壮，就不是显得那么纤细了啊！差不多10厘米左右，然后整根长条的粗细程度一定要给它控制的一致一点点，千万不要一端细一端粗，尽量统一一下。好，差不多了，10厘米左右了。然后咱们将其就是对折，对折好之后的话，看差不多是一个5厘米，对不对？然后我们来开始去调整一下细节，就是一个手放在上方，这个是要与它的上半身衔接的，这样去按一下，然后侧面这样往上推一推。好，简单的去把这个面给它推一推，然后这个面的话呢，你不能说就是有一个2.5厘米这么宽，到时候你做出来的胯部是很宽的，所以说你要适当的把这个胯部的地方稍微收一收。给它先捏一捏，棱角先给它简单的捏出来。用工具调整，然后这个胯部的这个地方稍微用手这样去夹一夹，把它的这个胯部的尺寸稍微缩小一下。啊，最后的话，哎呀妈呀，这还一条短一条长了。等一下修剪一下就可以了。修剪完之后立马用手去作一下，不然的话呢，修剪的痕迹不好看啊。差不多的话，做完之后是一个快到5厘米了，然后咱们拿出我们的剪刀，在它中间裆部的这个位置去进行一个修剪。修剪完之后，这个部分的话，一定要拿一个透明的盖子去给它罩住，我们等一下要拿来去刻画。然后这个部分的话呢，首先是把刚才就是我们修剪的这个棱角稍微给它就是夹一夹，方便做完褶皱之后衔接。好，棱角一定要给它分明一点点。Hello， 兔丫丫，晚上好。好，包括它的屁股后面的这个部分。好，从侧面看的话是这样的一个形状。好，
好，接下来的话呢，你们修剪完之后，应该能够很明显的看到咱们这个裆部的位置，然后在裆部的这个地方呢，稍微把我们的裤子啊，稍微给它搓的细一点点。就是它的一个裤子的造型的话，一般都是裤腿的这块比较细，然后慢慢到下面的话会偏粗一点点。最后的话，长度给它控制在5厘米左右就可以了。这个粗细程度一定要给它把握住啊！哎，找一下我的棒针。这个裆部的这个面的尺寸差不多控制在1厘米就可以了，千万不要太长了，到时候会显得你的腿很短的。好，然后我们把大体的一个形状给它塑造出来，用手慢慢调整。调整完之后的话，我们来开始去塑造一下它的一个裤子的这个褶皱的部分。好，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话是要来制作左边的这条腿，我们可以参考一下我们左边的这张图片。我把镜头给大家就稍微拉大一点，这样我们看的会更清晰一些。不和你玩了，这不我还敢跟你聊天？我这聊天我就翻车了，你就是等着我翻车呢，是不是啊？你说这又不是上微缩场景，在那切一顿叽里咣啷切就可以了，这错一点那就完蛋了。首先的话呢，我们可以就是给它来一个稍微往上一点的褶皱，拿出你们的这个棒针工具，轻微的往上推，这个是不是有点不太清晰？好，哎，清晰了，我把手再擦干净一点。哎，水晶球也来了，哈哈哈哈！我刚才没看到啊，等课后我们再聊，好吧？等课后再聊。我们抓紧时间把这个学完，说不定这节课就能早一点下课了。然后我们给它看住了，是滚压的一个方法，不是说直接摁就可以了啊，滚压的一个方法，就是滚着去给它慢慢的去摁出这个褶皱，然后呢，呈 V 字形的这个方法去把另外一条褶皱给它滚出来。用手把下面给它稍微抹平，这个的话就是属于一个褶皱。要我把这个左边这张图给大家，就是稍微放大一点，好参考。好，比如说我们做的是它的一个左边的这条腿。然后接下来是上面的这个一个褶皱给它塑造完了，接下来是它下面的啊，我们大家可以去参考它图片的这个右方的这个，就是右方的这个腿的褶皱，其实还是蛮好看的啊。这个区域的这个腿部，然后这个上面的这个褶皱按压完之后，给它往下按压。这个褶皱的话一定得细一点，千万不能太粗了。然后到我们的终端的时候，一定要用手简单的给它就是抹一抹，哎，让它慢慢的过渡的很自然的去消失。然后接下来的话呢，就是再用我们的棒针啊，在它的一个下方的这个位置，去把这个裤腿可以给它稍微就是按的平一点点，就是你这样给它滚的就是平一些些。然后到我们的这个膝盖的这个位置，看到了没？后方往前推，这块的话，它有一个隆起来的这种小褶子。一个拐个弯儿，然后我们在另外一侧的这个区域啊，就是在这条线，就是这条线它的上方的这个区域，
可以给它就是简单的打一个小对勾，然后把这个部分的粘土给它往下摁，就是这样往下去摁，往下去拨啊。你这块要是没学会的话，等一下可以再看一遍啊。轻轻的调一下它的一个大体的这个形状就可以了。然后接下来再往下的话呢，就是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褶子了，就是轻微给它按压一些那种小褶皱就可以了。这些褶皱一般都要给它推的极细极细，特别细，太粗的话就会显得这个腿不太好看了。那接下来换一张图片来开始制作它那个兔管裤管换裤管的这个部分，然后我来把这个图片给大家放大一点。裤管的话，像刚才说的，我们可以来参考一下左边这条腿的一个就是形状，然后它的这块的话呢，是有一个像这样往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线条，然后你们也可以去参考一下，就是给它往上去这样滚一下嘛。我把这参考线给它划掉，给它往下摁，往下摁一摁，好，把它拨一拨，拨的自然一些。中间这块。从侧面的话是要能看出这个凹槽的那条就是棱的，一定要能看出这条凹槽的这条棱。然后它的一个下方这块的话呢，是有一个类似于这样的三角形的一个小褶子，用你们的工具像这样子，简单的摁一下就 OK 了。然后另外一边的话，也可以给它就是这样打一个对勾。在它的这个侧面打个对勾，就差不多可以了。用棒针给它稍微往下拨一拨。刻画完每一个都是要轻轻的拨一拨的，然后最后画完之后的话呢，就是用我们的工具稍微往上推一推，就这个裤腿的话呢，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堆积感的，稍微往上推一推就可以了。然后这个褶子就差不多给它刻画出来了。然后接下来的话呢，就是来刻画一下它的屁股后面的这个褶皱屁股后面的话呢，也是大致成一个这样 V 字形的一个褶皱，就是把它的这个屁股包起来，就是打个弯儿，然后再给它打个弯儿。打几条弯都可以，一定要细细刻画完之后，用手轻轻的把边缘的部分给它抹顺一点点。然后我们接下来再换一张图片这个就是一定要就是经常去找图片参考。然后你可以去看一下左边的这个部分，左边这个就是裆部的嘛，它也是往内去弯，弯完之后这里就有一个对勾的一个褶子了，所以说你也可以这样去给它就是稍微轻轻的弯一点点，然后这样弯完之后呢，工具给它往下轻轻的推一推，把这个小褶子轻轻给它推出来就可以了，是不是？好，然后接下来是做那个就是对勾型的这个褶子。然后用你的棒针往下推一推，滚一滚，它的这个膝盖部分的褶子就出来了，看到没？然后你这块的话，如果想弄的话，也可以给它来一个比较小一点的这种褶皱沿着这条线
过来，就是前面这块不是有一条线嘛，轻轻的给它滚过来。啊，这样的话，一个褶皱基本上就制作完成了。就是大家能听懂吗？然后能看明白吗？就褶皱的话，一定要是尽量稍微细一点点啊。你看它过一会儿就蓬没了，蓬没了的话，所以就是你们在刻画的时候就一定要注意了，时刻的去调整它。好，等一下我们再用另外一条腿复习一下。土干了就不好刻画了，所以说的话呢，你们可以就是加一点点的这个凡士林嘛，加点凡士林，因为我的凡士林用丢了，然后文飞买的这个新的凡士林还没到，所以说我就没有凡士林可以用了。好，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一个造型。那你们学会了吗？懂了吗？就是这个褶皱千万不要刻画的太多，我们有几个主要的大褶皱，其他的就是刻画一些比较细小的这个小褶皱就可以了，没有必要画这么多。对，褶皱隐身了，膨胀一下，褶皱就差不多隐身的差不多了。偷蛙哥的，我不知道蛙哥的在哪放着呢，他今天去献血了，我不知道他的在哪放着呢。好，你们都懂了吗？懂了的给我扣一波1。然后我们接下来的话呢，来开始去制作一下它的这个另外一条腿。好，然后我们接下来的话就刻画另外一根，把这个放在旁边，这样倒着放，让它晾干一会儿。然后刻画一下另外一条。首先的话呢，还是需要把它刚才的，妈呀，这都已经干了。先把棱角给它掐出来，我把旁边的这个给它关掉啊。然后课后你们去群里让学光老师发给你们就可以了，等你们用的时候让他给你们发一下就行。里面还有一些特别夸张的一些裤子褶皱，裤子的一个褶皱。我差不多给你们看一下吧。没有啥了，就这些吧。接下来的话，把边缘线刻画一下。这个已经刻画不出棱角来了，已经完了。在裆部的地方给它搓细一些，裆部的这个前方给它预留出一个1厘米左右的一个位置就可以了。好，去对比一下，就是左右两条腿的一个长短，还有就是它们的一个粗细一不一致啊。然后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开始刻画了。到了上正比的时候的话，你们这个裤子就不是这样按褶皱了，就是需要用粘土去堆积褶皱了，那个会更难一点点。好，然后我们接下来开始去刻画啊。我们刚才确定一定要分好左右两边的这个腿啊，这是左边的这条腿，我们来刻画一下右边的这条。先用我们的工具给它，就是把那个裆部的这个褶皱先给它刻画出来。左右两边的褶皱不需要给它刻画的一模一样啊。对啊，因为正比太难了呀。所以就上着就没人了，包括咱们的课程到后面也是上着就没啥人了。然后我们接下来的话就是把下面这块给它往下去推。
它往下推就可以了。好，然后这就是一个搞不清楚一般褶皱在什么地方压。哎呀，你是不是来的有点晚呢？褶皱咱们刚开始制作之前就已经大概的讲解了一下褶皱的一个制作的一个大体的这个位置，在制作之前就已经讲了。好，接下来的话是裤腿的这个部分。来参考一下这个，参考一下就是这个地方的这个褶皱啊，随意的去给它就是稍微按压一下，它往下推，让它有那种就是堆积感就可以了。一个在上面按，一个在下面按，其实这种也是 OK 的。好，包括可以从它的一个下方的地方来一点褶皱。好，下面的话呢，就是用我们的这个工具给它稍微轻轻的往上稍微推一推。然后我们接下来的话就刻画一下它的这个背面的这个纹理褶皱啊。如果你们的粘土膨胀度特别高的话，建议还是去多多的去刻画，就刻画的力度稍微重一点就可以了。啊，给它下面这块就是用棒针给它弄一个这样的一个三角形的这个区域，三角形的一个区域的凹槽，就中间这块是三角形的凹进去的，然后上方可以给它就这样推出来，推出来之后它的一个侧面就可以给它这样凹进去就可以了。要滚着圈来就行。好了，然后我们今天这个褶皱的话，差不多也已经给它制作完成了啊。这已经膨胀的没了。好，然后我们就可以去把它俩拼接在一起，就完成了啊！你看这粘土膨胀了，因为这不是小戈壁，这好像是什么土来着啊？我也忘了，就精灵土，已经膨胀的细节都膨胀没了，所以说你到时候给它这样，给它俩粘贴在一起就 OK 了。粘贴完之后的话呢，用手去把边缘这个棱角给它都掐一掐，方便我们后续的时候衔接。啊，腰部的这个地方一定要给它收的窄一点，然后上方的这个地方看到了没？你不用让它整个这块都是扁的，你把它上方这块给它收的薄一些、窄一些，然后厚度的话差不多给它控制在1厘米以内啊，就是这个厚度差不多控制在1厘米以内，宽度的话差不多是在2厘米以内的一个尺寸就可以了。好，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课程的话，其实就差不多讲解完了。啊，差不多就讲解完了。下节课的话，我们来开始进行一个身体的制作，还有头发的一个制作。那下面的话，大家还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吗？
还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吗？我们下面来给大家就是解答问题，或者是你们还有什么地方就是不懂的啊，下面我们也可以就是来问一下。好，我把这边的图给大家就是关一下。好啦，对啊，因为后面的这个案例它相对来说都变得比较，小哥比不膨胀吗？小哥比它的膨胀度没有那么高，只是这个图它的膨胀度有些许的高，千万不要随便去压。腿分开做是不是怕把前一个做的这个腿褶皱压没？把它分开是因为我们方便一个腿一个腿去压。你要是把两个腿这样去放在一起的话，你像内部的这些褶皱，你如果想要去给它这样去雕刻的话是比较困难的，所以说要给它分开去进行一个雕刻。好，下面的话大家还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吗？哦。一般那个谁一般那个海苔上课，他也就是1个半小时就结束了。我觉得我还是比较慢的，这不是微缩。蝎子不教吗？鞋子的话，咱们可以下节课再教。鞋子的话也是非常简单的，然后我们也可以给里面去绘制一些花纹之类的啊，让它看起来更精细。其实我们这些褶皱给它放在里面，其实都看不清楚，但是你们至少得会。以后如果要制作那种比较短的，就是外面衣服没有这么长，是那种比较短的，能把裤子露出来的那种的话，就需要很明显的一个褶皱了。为什么小戈比和韩国土要混在一起？因为小戈比的话呢，它是偏硬一点，韩国土偏软一点，把它俩混在一起的话呢，软硬就是适中了啊，就可以适中了。然后今天的话还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吗？看，或者大家现在可以把作业交上来，可以帮助大家看一下这个问题。然后如果你们现在有就是调出来的就是做出来的这个褶皱的话，也可以发在群里啊。我今天好像没有，我今天没有拿 iPad， 我们就用手来，我们就用那个什么来说一下就可以了。啊，你们都没有问题吗？这个没有看到你们发的一些问题啊。膨胀度呢要有变吗？膨胀度其实还好，没有变太多。嗨起来，燥起来。那接下来做一点评吧，好吧？我们预留出一些时间来做一点评，然后大家把现在把自己做的这个腿部的一个褶皱先发在群里，让我去看一下啊。你看，这已经膨胀的没了，已经光不溜秋了。所以说你们在刻画的时候，就是力度啊，一定要稍微重一点点，不然褶皱就没了。不在群里怕发不了。这个人物就是